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无论多难养的花，今天我教你如何在盆里撒上一把，让你家的花不再出现黄叶和烂根。这样一来，花朵将会叶子常绿，根部强壮，生长得越来越旺盛。爱养花的人常常会面临一个困扰，那就是如何照顾那些难养的植物。尽管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细心照料它们，但仍然会出现黄叶、枯根等问题。最终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心，这些植物也难以恢复往日的生机。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，主要是因为养花的人没有掌握植物的养护要点，从而导致植物的衰败。当然，养花确实需要一些技巧，无论是哪种难养的花，都有适合的养护方法。只有真正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，它们才会变得根系发达，叶片繁茂，轻松茁壮成长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几种方法，只需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，就能让花盆里的植物变得更加健康。想知道效果如何吗？那就一起来试试看吧。第一个方法，各种果皮养花。在家里，我们常常会削下苹果、橘子、橙子等水果的皮。其实这些果皮可以被收集起来，并放入花盆中。这类的果皮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物质，这种物质经过发酵之后，能够为花草提供优质的养分。此外，像橘皮等水果皮还富含芳香精油，在发酵之后也不会产生异味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第二个方法，大蒜皮。但是说起大蒜，还真的不一定知道，它可全身都是宝。喜欢吃大蒜的朋友们可能知道，它不仅能杀菌，还能促进食欲。然而不仅仅是大蒜本身，其外皮同样富含丰富的维生素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在剥大蒜时，往往会随手将大蒜皮扔掉。现在我要提醒大家，以后剥下来的大蒜皮可不要再丢弃了。其实大蒜皮能够为我们种植的花草提供丰富的养料。我们可以将大蒜皮撒在我们种植的绿植的土壤里面，这样就能为绿植提供大量的营养。大家都知道，大蒜皮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和磷元素，这两种物质对家庭绿植的生长非常有益，它们能够为绿植提供必要的养分，促进其健康成长。那么不妨放入一些大蒜皮试试，把大蒜皮放入到花盆当中，或者直接埋入土壤中，这样营养成分就能有效释放，充分滋养植物，帮助它们在生长过程中得到良好的支持。因为大蒜皮富含有机质和多种营养成分，如天然的硫化物、矿物质和维生素等，这些成分对植物的生长有着积极的影响。大蒜皮中的硫化物具有抗菌作用，能够有效预防一些常见的植物病害，同时它有驱赶蚊虫的作用。你会发现在室内养花草的时候，能够帮助你应对那些讨厌的小虫子，它们可能会对花草的生长造成危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放入一些大蒜皮，大蒜皮中的天然成分会散发出驱赶效果，从而减少花草受到病虫侵扰的可能性。此外，在大蒜皮分解的过程中，也能够增加土壤的肥力，改善土壤结构，为花草的根系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。第三个方法，黑芝麻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在为植物施肥的时候，通常需要使用含氮化肥，以促进绿植的生长。而芝麻富含油脂、蛋白质及多种营养素，将芝麻籽撒入花盆中，可以在发酵过程中释放氮，起到氮肥的作用，促进绿植的成长。此外，芝麻中还含有丰富的铁、钙等元素，有助于提高植物的免疫力，并促进光合作用。此外，芝麻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增强绿植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从而加速根茎的生长，使植物更加健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像黄豆、花生和瓜子等，也可以用来种植绿植。
效果同样非常好。第4个方法，大米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食物之一，几乎每天都需要吃米饭，来为身体提供能量。大家一提到大米，可能会想到淘米水，发酵后用来浇花效果极佳。但今天我要介绍的技巧，并不是淘米水养花，而是将大米直接撒入花盆，然后浇水即可。具体做法是，将大米均匀撒在花盆的土壤表面，注意尽量避免让大米落在植物的叶片和茎尖上。首先，大米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磷元素、氮元素等等。大米表面含有钾元素，这一发现已被科学证实。当我们用水浇灌时，钾元素会自然留在土壤中。此外，米粒经过发酵后，对花卉的生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第3，当大米浇水后再进行发酵，其 pH 值会变为酸性，这有助于调节盆土的 pH 值，使其呈现微酸性环境，从而更有利于喜酸植物的生长。我们可以用水喷洒大米，这样大米就会在土壤中进行发酵，大米中的营养成分会逐渐渗透到植物的各个部位，从而使其生长得更加健壮。与其浇灌淘米水相比，直接撒大米的效果更佳。这就像吃饭和喝粥，前者补充的能量肯定会更多。第5个方法，鸡蛋壳是家家户户常见的物品，但用蛋壳来养花的人却不多。许多人认为这样做并不实用，然而使用过蛋壳的人都表示效果不错。毕竟，蛋壳中富含钙和磷元素，这些营养成分对植物的生长十分有益。此外，蛋壳与有机质反应后，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，使土壤变得松软，不易板结。另外，这种坚硬的物质不仅能够去除一些害虫，甚至具有杀灭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钙元素可以增强细胞壁的厚度，提高植物的抗性，而磷元素则能促进开花。不好好利用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在使用之前稍作处理，可以避免不良反应。首先，将大蛋壳中的蛋液用清水彻底清洗干净，然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2天，确保其完全风干。接着可以将其锤成小颗粒，或磨成粉末，撒在土壤表面或深埋于土壤中，都会发挥良好的效果。关于养花的这些方法，现在大家都了解清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平时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养花，让花儿茁壮成长，色彩鲜艳，非常美丽。大家学会后，赶紧回家试试看效果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